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那麼我們的看圖說話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麼在我還沒有找到其他更有意思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之前，我們就最近一段時間就只有我們這個周末漫談，就是大復盤。先看一下下周。那麼下周的話有一個美聯儲的這個會議紀要。這是在周三，然後其他的話，現在，雖然說美國政府已經開門了，但是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經濟數據出來。那麼，先看一下這個周三的這個會議紀要，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drama 的東西出來？因為現在這個美聯儲裡面有一個，川普派過去的，對吧？他一直強烈建議降50個基點，每次都是強烈降議，強烈降議建議。那麼看一下這個會議紀要裡面有沒有更多他們的分歧，這是下周，所以說數據方面，這個東西不多。我們看一下下周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那麼財報還在進行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英偉達，下周三，10月19號盤後。那麼還有一些其他的，18號的話有拼多多、中概，然後19號還有這個Palo Alto Networks， 就是一個網絡安全的，有一些朋友對這個股票好像關注度也比較高，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然後在周四的話，還有這個沃爾瑪呀、什麼 Target 這些零售相關的，那麼我們就等一下分析一些關注度比較高的。好的，我們來看我們的這個標普。那麼的話，現在這個。先看一下標普的這個大周期，先看一下月線。那麼月線上的話，現在是一個包含關係，對吧？那麼包含關係的話，就是需要再次等待一根 K 線才可以。只有在12月份，如果說這個月不能夠選方向的話，那麼本月還有2周的交易日，那麼11月就過去了。那麼這2周的話，看它能不能夠選方向。如果說能夠跌破上一個月的低點，那麼這個月頂分型就出現。當然了，如果說繼續往上突破6920的話，這個頂分型就要再等2個月。所以說現在就是一個包含狀態，也叫韻線。這個在傳統理論裡面叫韻線，可以是前包含，也可以是後包含。對吧？這都是韻線。我們之前就說過，韻線容易出現在一般的大頂或者大底部，都容易出現韻線。那麼現在是一個包含關係，沒有很多的方向，我們要看一下它的次級別，就是從3491到這個最高點的內部。那這個結構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3491起漲點，進入段，大 A 中樞離開。大 B 中樞再次離開，那麼針對這個大 B 中樞還沒有出現3買，或者說出現3賣，對吧？3買和3賣為什麼這麼關鍵呢？就是3買和3賣是用來判斷是否繼續中樞震盪的唯一標準。如果說他們倆沒出現的話，它完全可以再拉回到中樞裡面來繼續震到9，甚至更多都可以。所以現在，如果說上漲這一筆結束的話，我們就先看它這筆回撤。回撤的話，就看它能不能夠回來。回不來的話，就是3買；回來的話，就是繼續中樞震盪。那麼這段有沒有結束呢？現在從4835到6920，現在頂分型已經出現，對吧？我們看一下裸 K， 這個頂分型已經非常清楚。而且現在雖然說有2根 K 線包含，但是下周如果繼續向下走的話，甚至再走2周，那麼這個周線上的一筆回落就形成了。那麼我們這個回落用的是這個新筆。所謂新筆和老筆是有一個區別的，我們簡單說一下。就是比如說這種5根 K 線的話，因為5根 K 線，我們簡單數的時候就是5根 K 線有沒有5根 K 線，有5根 K 線就構成一筆，這是禪師最早說的。那麼我說的這5根 K 線是經過包含處理之後的。對吧？那麼如果說是這種狀態的話，那麼這是一個老筆狀態。
那麼新笔，什麼是新笔呢？就是它在課後回复中说过这种状態。那麼這第3根 K 線其實是被第2根 K 線包含的，對吧？它並如果說經過包含處理之後的話，它只有4根 K 線。但是禪師當時說，為了大部分，因為很多人用的系統是不一樣的，那麼經過如果說不把它包含處理，也就是說有包含處理状態的話，我們不管它，但是保證5根儿，這個5根儿代表的是周期5天，或者說你看你的周期是什麼，对吧？那麼即使有一个被包含了，但是並不能够完全改变它的状態，所以這也可以用，大部分人都可以用的狀態下，那麼這個就是新筆。所以這是為什麼有新筆和老筆的2種區別。那麼你用哪一種，就看你自己選，對吧？你願意它多出現筆，那麼用新筆的好處就是它容易出現筆，在你的交易過程中，因為它這種情況更多。那麼如果說你願意多出現筆的情況下，你就用新筆。但是如果說你用老筆的話，那就一直用老筆，這個2個不衝突。那麼選擇一個之後，你就一直用一個就可以了。那麼現在我剛才說的是新筆和老筆的區別。那麼現在就是有了頂分型，還沒有出現回落一筆，我們就要看一下它的內部4835到最高點。看內部結構的目的是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很飽滿，對吧？因為在周線上的話，只有個頂分型，但是沒有說有頂分型了，它不可以是中繼的，它可以繼續向上生長。那麼就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相對的很飽滿了，是不是帶2個中樞的上漲了次級別，或者帶1個中樞也可以，就是一個盤整上，或者是一個趨勢上，都是這個走勢類型。不是說每一個走勢類型都必須要2個中樞的，對吧？這是一定要注意的。那麼如果說你這個盤整的時候，如果說中樞比較大，2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的這種，這有一個中樞，這有一個中樞，這是一個擴張型的中樞，它也是一個盤整，也是可以的，對吧？所以說是什麼狀態，你都要能夠識別出來它。這是我們在做纏論學習的時候，這是需要非常熟練的。那麼現在看的周期就是日線了。我們之前講過幾種分析日線的狀態。平時我做直播的時候，主要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主要就是講4835這裡是進入段，然後這裡有一個日線，有個中樞，這是離開，現在有一個回落，對吧？這是一種分析，這是在日線上。你也可以用3小時。你現在這個周期啊，它用3小時看挺有意思，就是也是從4835，現在看是3小時這個水印起漲點進入段，這是第一個 A 中樞。3小時上的大 A， 然後繼續往上生長，這是第2個大 B， 3小時上的大 B 中樞，繼續往上生長，這是出現了 C 中樞，就是3小時上現在有3個中樞，但是第3個中樞現在是越來越有意思了，為什麼呢？我們看一下，我們數一下，如果說這是進入段的話，這是1、2、3、4，哦，數錯了，我們重新來一下，這是進入段。1、2、3、4、5、6、7、8、9， 3小時的大 C 中樞出現了9段，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這個中樞擴展升級了，那麼意味着前面的2個中樞可以是進入段了。這所有的這都是進入段，然後這是一個升級之後的大 A 撇中樞，它完全可以繼續往上生長，上面再生長出來一個大 B 中樞，然後或者說大 B 撇中樞，再結束整個的這個上漲是沒有問題的，理論上這是沒有問題的，對吧？所以說這個升級之後的這個中樞，那麼現在是有點意思了。好的，我們繼續。那現在就是說這個能不能夠力度很強的打出去？但是現在看呢，它這個 MACD。就是這一筆下跌的 MACD 現在狀態並不好，現在還在0軸以下，那麼也沒有這個拐頭或者收平的狀態，對吧？你看像這裡起碼要收平啊，收平才有可能起來，這也是轉頭掉頭才能起來。所以現在並不明顯跡象，也就是說這個第9筆它完全可以再往下伸一伸，甚至跌破前面這個低點。
往下延伸一伸也可以的，对吧？那么如果说是这种状態的話，那麼就是雖然說周五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反彈，但是現在 MACD 的這個表達並不強，說明這個只是小周期的一個反彈，它還可以繼續向下走，繼續往下走，再次跌破前面這個周五的這個低點6646也沒有問題的。所以說這個不是說我這個是夠9筆了，我就要馬上就要往上走，也不是這樣，它完全也可以在這裡繼續震，對吧？9筆也可以，18筆、27筆都可以的。所以說，我們只是說這個是，但是它的級別是不同的，就是升級之後的。那麼跟前面這2個小中枢構成了一個進入段，它變成了一個大 A 撇的中枢，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那麼既然這個 MACD 表達的並不強，也就是這一筆現在這個掉頭跡象並不明顯，那麼就下周要注意它是不是向下一個延續。好的，我們需要看一下這一段的內部，看一下1小時。那麼1小時，我們先從這個最高點看的話，就是2種都要分析，3小時也要分析，1小時也要分析。那麼結合這個最高點1小時的話，它更清楚一點，就是這是進入段，那麼這樣的話是一個2次反彈確認構成了一個中樞。那麼周五的話，只是一個強烈回拉回到中樞裡面來，但是這筆反彈你看它就是不夠強，那麼它回到中樞裡來了，但是並沒有延續出一筆，甚至都沒有碰到這個中樞的中軌這裡，看到沒有？所以說還是弱。如果說下周繼續延續下跌，給你來個慢慢的這種，然後再次跌破這些低點，2個低點，就會演變成我們剛才說那個3小時那個下跌，其實說是從這個位置這樣下來，就是3小時那個一筆的延續。那麼這個位置就變成了什麼呢？就變成了3小時那個第9筆可能結束的位置。所以說我們要嚴重關注下周如果說延續向下的話，當然現在它所處的位置其實是一個中陰段，也就是說可以繼續往上，對吧？那麼它如果說繼續往上圍繞這個小中樞震的話，那就是利用這根中樞的中軌還有這個中樞的上下沿來幫助我們判斷它的這個強弱狀態。如果說能夠拐頭上去碰一下這個中軌，也就是說這一筆延伸到這裡，那繼續震還可以掉頭往上走。不管怎麼樣的話，現在簡單的策略就是1小時上先看這一筆的這個圍繞它的一個震盪狀態，對吧？只要不能夠脫離它，每次反彈都能回到它的話，就是先在1小时上做這個中樞震盪。如果說它往下延續，那就是前面這一筆沒結束，那這樣的話我們就結合大周期來看它一個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向性選擇。如果說你想簡單的看，就看日線也沒有問题，对吧？那麼日線的話，就關鍵的這個點位就是這個6631。如果下周，我們把這個拉近一點。如果說下周不選擇繼續向上，往下繼續選擇的話，就是要把這個6631打掉，那其實就是6920下跌的一個延續，沒跌完，對吧？小周期裡面內部更飽滿了，有進入段，有中樞，有離開，然後可能還走小 B 段，也就是那就需要去把6631打掉，那就是這一筆延續，我們看它。你如果說從這個中樞的起漲點，也就是這個位置，我們之前測過黃金分割，看它能到哪些位置，到了這些位置之後，看能不能夠得到支撐，然後再看它能不能夠起來，對吧？這就是在大周期上，你如果說不想看的那麼仔細的話，所以不管怎麼樣，都在這個部分現在它要做選擇的，你要麼往上選，就是3小時那個大中樞第9段往上走。要麼是打掉這些，然後3小時那一筆第9筆延伸更飽滿之後再選，或者說是直接走反向也沒有問題，就是這個日線這一筆延伸力度很強，比如說直接到0.618，對吧？走得很強，但是還是没有回到日線上這個中樞來，它還可以繼續在這裡震。那整體來講啊，它還是在主要還是關注6920這個點位，在它右側看它能夠形成多麼大一個中樞來。然後，只要不出現那種快速跳空缺口式的那種快速往下砸的那種情況，都不用太害怕。如果真的出現那種，比如說因為英偉達的財報，或者因為其他原因，不管你是什麼地緣政治了、貿易戰了，還是什麼其他的，黑天鵝啊、黑犀牛啊、灰犀牛啊，对吧？造成的股市快速下殺。但是呢，
你不能夠有效的改变这个1小时的这个結構。什麼叫有效改變？就是說，你看你回撤的這個位置，我1小時的中樞在最下面呢，那麼你不能夠破壞我中樞，你只要不能跌到這個下面來，你只是在這個上方在這做動作，那沒有關係。你在這裡震，對，你最後還是要選方向的，對吧？所以說，就看它在每一個週期它所能改變的什麼結構。如果說只是一筆的回落，或者說只是在這裡震，在一個很狹窄的區間震的話，並不能改變我這個上漲中樞的這個結構的話，或者上漲趨勢的這個結構的話，都不需要過度擔心。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指數。那我們先看一下要出財報的這些，先看一下英偉達，是11月19號週三盤後。那麼它現在的一個結構啊，我們可以也看一下它的大週期。它的大週期月線上是一個大的這種浪形結構往上走的，其實是。那麼現在起漲點是在這個 86.62。那麼 86.62 我們也測過這個從前面這一浪或前面這一筆 10.81， 這是一個類似一個12345，對吧？那麼它的等比例在這個 228.7， 現在是沒到這個位置。如果說這裡現在也是月線上形成了包含關係，看它的這個財報一個選擇是繼續往上突啊，還是往下來，就會出現一個，你要麼往上走的話，這個可能的頂紋型就被打掉了；往下來的話，那就會形成頂紋型，就是月線上會形成頂紋型，它需要選擇方向。也就是說，這個頂紋型這個財報會讓它要麼是突破 212.19， 要麼是跌破 176.76， 所以這是一個區間。下周肯定是要選方向的，也不是說肯定啊，它也可以是形成一個包含關係的，在這裡一直包含也可以的。所以說，只要這個區間不被打破，那麼這個頂分型都不會出現。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週線上，週線上這是它的起漲點 86.62， 現在週線上還是一筆，這裡是有回落，但是不夠一筆。我們看一下日線，日線這邊的結構就是慢慢的這個 K 線慢慢變多起來了。那麼起漲點在這個還是這個 86.62， 它是一個1、2、3進入段，然後開始在這震。現在我們看一下，它是不夠，應該是不夠9段，或者說我們之前數的時候不夠，1、2、3、4、5、6、7、8、9，現在是夠9段了，這是第9段，我們把它標一下。這樣的話，知道它是一個升級之後的這個中樞。就是說這個中樞又是9段升級了，升級之後看它能不能夠選方向往上走，還是說這個第9筆沒完事兒，那就跟剛才我們看的那個標普3小時是一樣的，對吧？也是第9段。說現在是處在一個方向性選擇的一個位置。那麼這是這個日線，那麼我們也需要看一下它的這個小周期上。那麼1小時上，它這個結構還是比較清晰的。從這個最高點212.9， 212.19，那麼它這個結構1、2、3、4、5，這是走了一個5浪，然後這個第5浪或第5筆還給了一個2買，對吧？我之前我們在分析英偉達的時候是說過，它這個我們測過，這個是不背馳的。當時我們看，我們在測，當時是200，就是說從這個下來的話。當時我們應該分析的時候在這個位置，我當時的建議就是這個3跟1比較不背馳，我的建議是4是不做它，就是說有反彈你要減倉，你要減倉，然後如果碰不到前面的話，肯定是要走5浪，可以做第5筆，那麼市場也是確實這麼選的，對吧？你這個雖然說看它這段的反彈還是挺大的，測一下，反彈了11.85%，還是挺大的，但是呢。這是你用那個復盤的方式，它也可以是一個很弱的反彈，對吧？可以是在這裡直接給你一個反彈，這樣的話是一個1、2、3、4、5直接下來也可以的。所以說你沒有辦法預測它能反彈的力度多大，你只能去跟你說我有能力做這筆反彈，即使是一個很弱的反彈，我也能夠及時出來，因為它第5段啊，它可以是一個不背馳的繼續往上殺，然後出現6和7的。就如果說你這段出不來的話，那這段可能又被套在裡面，可能套得更深了。你這個位置，因為你這裡是會加倉的，對吧？你加完倉沒出來，然後又往下走，你可能又會去加倉。這樣變相的就是你在每次下跌的過程中是加倉了，但是呢，
你的成本並沒有降低，你的倉位越来越重，這個配比是有問題的。所以說，sorry， 這是為什麼我建議就是在它不背馳狀態下，我們只做減倉動作，這樣的話你就不至於两個都要盯着，那樣的話你可能精力第一可能看不過來，因為可能不光一個英偉達这個股票啊，你可能很多只，对吧？你萬一沒注意過來，它錯過了那個好的賣點，你沒出來，然後倉位又加上去了，你這樣就很被動。所以說我的建議就是，有先不加倉，有減倉的位置先減倉，然後做它更好的位置。那麼也就是這個位置，現在1小時上這是一個5浪下來了，那這個是2買。那麼前面這裡它之前在這裡也出現過停頓，但是呢，這個停頓它的當時的時候到這裡其實不夠一筆的。我們看它這段是有跳空缺口，它只有4根 K 線，它這裡只有4根 K 線，跳空缺口是不能夠當 K 線用的。這個是禪師是在他回復一個這個朋友提問的時候是明確說過的，所以說這個回落是不夠一筆的。但它這裡小周期裡面是出現了過一次反彈的，對吧？所以說這個是不構成你進場的。那麼更明確的點位是在這裡。當然，如果說你在周4你嘗試尾盤的時候進場，其實問題也不大，因為周4尾盤的時候確實是出現過一個底分型，然後前面這個下跌。但是呢，如果說你觀察更仔細的話，你就觀察這段的結構的時候，它的內部其實沒有背馳的。現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在它更小周期上，就這段下跌的時候是沒有背馳的，你也沒有進的理由。但是，一旦到了這個周5開盤的時候，你就有進的理由了。為什麼呢？因為它這裡是有一個中樞，小周期裡面有一個中樞，然後這是一個離開段，然後它的這個離開段形成的背馳，就這段形成的背馳構成了你進場的理由了。所以說，當下在5分鐘上甚至更低級別出現底分型，你其實就可以嘗試的。那麼這個反彈你是很容易抓到它的，這樣就更精細一些了。那麼是你看盤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說你手裡的股票不能太多，你太多你根本看不過來的。你一旦錯過了這個好的買點，它很快幾根 K 線就拉上來了，对吧？那這就是現在在1小時上，那就看它下周是不是能夠往上繼續走一走，对吧？那麼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一個大的這個1小時中樞？比如說它在周3，甚至在周3盤中爬到這個位置，我們把這個高點給它標出來，這個位置還是比較關鍵。199.94也在200附近吧，就下周看它能不能夠先推到200附近，周3盤中給它推到200附近，做一個大中樞，然後，那麼這個盤後的話，看它是不是繼續往下砸。是不是要這個跳空缺口？就是周4開盤之後是跳空缺口往下砸，還是說能夠在這個區間之內，這個大區間之內在這裡做中樞震盪也可以？那麼就是我們可以量一下這個區間，10%左右的一個震盪區間，也比較符合這個英偉達的一個這個震盪，對吧？那麼看它繼續選。那麼日線上的話，剛才我們看的是1小時，就是說它要麼就是再次跌破這個低點178.91，跌破它的話，意味着這個是一筆延續沒完事兒，也就是還是第9段沒完事兒，看它繼續延續，是不是能夠在這個中軌這兒頂住，還是說要到這個中樞的下軌這裡來？如果是往上走，那就看是不是要突破199.94，突破它的話，就是這一筆就嘗試離開第9段之後，可能出現一個嘗試離開，甚至再次突破這個前高。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價格到前高有多大，10%左右的一個空間。如果說回到中枢裡面，到中軌6點多，到下軌10%，对吧？基本上就是10%上下的一個空間，就是英偉達財報之後的一個狀態。如果說超過10%了，力度非常大。比如說它的這個財報非常好，展望也非常好，對吧？各個方面都非常好，非常出市場預期的話，那基本上再次突破超過10%，那你就拿一拿，因為它這個力度太強了，那肯定是就是9段升級之後往上走了，對吧？但如果說數字非常好，但是呢展望不好，可能說比如說中國市場一直那個現在進不去，然後或者還有一些其他的政治方面的原因的話，那可能會打壓這個它後期的一个那个展望，造成这个市场偏弱，
那麼它就会往下走，往下走，那就是延续这一笔。你只要在周三它不能够突破119.94，就是在这个区间的话，那都会没有出现方向。那就是如果说往下走，就是往这里走。啊，你也不要担心，只是第9笔的一个延续，对吧？升级了之后还可以去往上拉的。所以说，特斯拉这个大区间没有特別壞的消息的話是突破不了的，我們需要關注一下。然後往下看，再看一下拼多多，就是這個我們剛才說這個中概，這是10月18號下周二，上午就盤前。拼多多這個圖形還挺有意思，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個比較大的區間。那麼它的這個現在看的周期是3M，就是每一根 K 線是一個季度。那麼大周期上更那什麼了，它這從16.53的話，在季度上其實是一個，這是一個大的這個收縮的這個三角形，有這麼一個區間。你也可以把這個趨勢線給它弄出來，有這麼個大的這個，你這樣的也可以，對吧？就是一個三角形的一個收縮區間。發現這個基本上全都是下影線，看到沒有？都是下影線。所以說這個區間還是比較明顯的，而且這個這次這個回踩還是比較明顯的，踩到這個趨勢線之後，然後會回來了。所以說在大的季度圖上，它沒有突破這個三角整理之前呢，是不會選方向的。所以說在這個拼多多的話，你可以利用這個兩根大的趨勢線來區分它是不是要往上突還是往下突，還是說比如說這個還是說頂到這裡，甚至往下走也可以，然後再上去。那麼還是在這個區間震盪的話，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兩根趨勢線。那麼月線上，如果說把這個起漲點16.53你作為分析的話，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這是進入段的話，這就是一個大的這個中樞震盪。那麼現在其實就是在是87.11這一筆，現在已經夠一筆了，月線上夠一筆。那麼這一筆是不是要延續啊？是不是能夠突破這個趨勢線呢？還是說要繼續砸回來，對吧？這就是我們通過這個大周期分析得到的。再看它的周線上，最後這一筆，我把它這個斷開它，我們只看最後這一段。那麼周線上也是看這一筆的右側。那麼在周線上的話，我們把這個給它糾正過來。那麼周線上的話，如果說我們借用前面這個164下跌的話，這裡是有一個周線大中樞的。那麼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周線中樞給它拽過來，你會發現這一筆的反彈87.11反彈，現在這個最高價139.41的話沒力度，怎麼個沒力度法呢？它這個從87.11反彈到這裡已經經過了好長時間呢，這是從4月份，4月7號一直到11月份。這都半年的時間了，對吧？才剛剛到這個前面這個中樞的上沿這兒，所以說非常的這個沒有力度。那麼前面它這裡震明顯比這個周期是短的，所以這段明顯是偏弱的。那麼現在周頂分型也出現了，就看它財報是不是往下選。那麼我如果往下選，中軌12%，到下軌30%了，就比較大。看它如果說到中軌的話，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支撐。如果說回到這裡的話，對吧？然後可以繼續往上走，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個三段。那這三段又構成了月線上的一筆，這就是在周線上看。我們再往降低周期看一下這一段的這個內部，是不是像我們說的走得非常糾結，走的結構非常飽滿。糾結飽滿也是代表糾結呀，因為它多空不選方向，就是上去了很快又下來了，被砸下來了，然後砸下來之後很快又上去了，對吧？那這個低點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一個更低的位置，102.25，102.08明顯更低，但是呢，這個高點108.82，108.68，所以後面那個更高。那它這個不夠，我們把這個都取消掉。那麼這個的一筆回落是夠一筆的。我們把它日線上這段給它描述一下。
這有一個包含關係，我們先把它画出来。结構也是，如果说你能一直跟着它做的话，也是挺好做的。就是，呃，它是一个缓慢，这个回落还挺那什么，缓慢的慢慢往上爬的状態。就是你賣出去了，很快又有機會買回來；賣出去了，很快又有機會買回來。就讓你要是做差價的話，會做得非常爽。你看它這筆回落踩得非常精確，剛好踩到這個中樞裡面來了，108.87。如果說是108.87的話，就是沒回來。我們看一下，108.87、108.82沒回來，那就是形成了3買。我們把這個中樞稍微往下拽一拽，能體現出來這個3買的這個情況。那這個更牛了，對吧？剛好沒回到這個中樞裡面來，然後繼續往上走，給了一個3買往上走的，也就是這個位置是這個日線上中樞的小3買。那麼它上去之後，又在上面在這裡做中樞。形成了3個中樞，但是呢，這3個中樞上面，這3個中樞是類似一種螺旋上升的狀態，就是 A 中樞、B 中樞、C 中樞，但是呢，高低點全部都有接觸，就是說這擴張之後又形成了一個小中樞，或者說你把後面這個當成一個擴張之後的前面的當成進入段也可以。如果說你前面這個當成擴張中樞的話，後面這都回落的話是一個3買，針對下面這個。不管怎麼講，它這個都是非常的糾結式的一個上升。那麼現在就看它下周2盤前，因為它有時候財報的時候還挺劇烈，每次之後這個都是震盪是比較大的。你像這次的話是跌了13%，那麼這個的話是漲的比較小一點，那麼就看它這次的這個區間性選擇性大不大。如果說往下走的話，如果說周2盤前或者出財報之後周2盤中往下繼續延續的話，那麼你可以利用這個擴展器，但是現在目前看已經是在一個等比例附近了，對吧？1131，如果說直接往下選的就不背馳，那你就要小心了，那就有可能是1、2、3不背馳，甚至往下面走，就是這個3是不背馳的，就是類似一個主跌段，浪形裡面的主跌段，還是比較兇險。就按照我們剛才分析的中線中軌的話，10%左右到中軌。目前看往上走的話，就是說再次突破前面這個高點，可能基本上就結束了。那麼看一下這個空間，6點幾，也跟剛才我們分析那個英偉達差不多，也是10%左右的一個空間。往下來的話，空間可能性更大。就是我個人傾向的話，是不會去做多它的。我們再往下看這個 PANW， 這個也是週期，我們之前分析過，它也是一個大週期的一個趨勢的這個浪形往上走，月線上這種大浪形，現在是在這個第5浪或第5筆。週線結構更複雜了，1、2、3構成進入段，然後開始震。我這裡已經標出來了，是第9筆，就是這個離開是第9筆。目前看現在離開的話，離這個中樞太近。如果說這個因為財報的原因再拉回來的話，甚至拉回到中樞裡面來，對吧？你也可以說，我們測一下它可能的位置。如果說到0.5啊，0.018呀，5%左右到0.5，到0.018是8.點多。就是因為它現在週線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延續型的一個，現在出現頂背形之後，現在已經延續1週了。這是現在在週線上。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它繼續往上延續的話，上一週的低點是要被打掉的。所以說我們剛才測的這個，如果說到0.5的話，就要跌5%左右。更深的話，可能是去前面這個低點就8%，這是在週線上。那我們也要看它的這個，因為它這個只要這一筆沒形成之前，你就不能說前面這一筆結束啊。所以說我們2個方向都要看。日線上，這個是165.21起漲點，在日線上差不多的一個結構，這是一個3段構成一被完整背馳，
然後之后開始出現一筆回落，其實它也是一個中陰狀態，就是所謂中陰狀態，就是現在沒方向，你可以是往上選的，出現財報之後，因為這裡是有一個中樞了，對吧？因為財報的原因，我可以往上走，那麼就是延續165的一個上漲，那麼因為財報的原因，我也可以往下砸，那就是其實就斷開了。123構成了一個左側的這個大周期的一筆上，然後右側我開始可以是從這裡看到沒有？這其實是有一筆的，然後繼續延續這一筆的向下跌。這就是說，為什麼他說這個禪師說這種狀態叫中陰段的一個狀態就在這裡。那麼如果說這是一個3筆的話，就是如果說這現在，然後第3筆沒出來之前，我們現在可以測一下。對吧？那麼現在剛好是在一個等比例的一個狀態，204附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204。如果說它往下周周1、周2或周1，因為它是應該是周2盤前嘛，哦，周3盤後，如果說下周前3天它能往上先爬一爬，然後周3盤後出，那麼周4的話，如果說一個大的這個砸下來，你就要注意了，這就是不背馳的。就這個點位204是你來做判斷的一個點位。如果說這個價格一直在這下面，那你就做多，你就要小心一點。如果說能爬回去，你可以嘗試做多，對吧？因為它在它下面的話，意味着這個是沒有背馳的，可以繼續向下延續，然後可能一個弱反，以這種方式來完成這個向下這一筆。當然也可以說是，我如果說往上選的話，就是這一筆就延伸到這裡來。比如說它是這樣一個狀態，下周可以，比如說前3天到這裡，然後那個周3盤後出財報之後比較好，然後周4也是一個大漲，它完全是可以直接一個跳空缺口這樣，就變成了是這麼一個中樞，然後這一筆是離開了，對吧？都可以的，都可以這麼選。那麼我們看一下方向，那個空間，從現在這裡到前高8點多，对吧？如果往下走，我們剛才測的那個。看看1.618在多少？現在這個價格到1.618有5%，上下5%到10%左右的一個空間。那更深的話，那基本上空间還是比較大的，甚至到前面165去了。所以說，不知道它这個怎麼選，所以說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我們再看一個，然後就是那個沃爾瑪。沃爾瑪是11月20號周4盤前。我们看這個沃爾瑪結構啊，雖然說又是什麼貿易戰呢，又是，什麼加稅啊，這事兒那事兒的，但是看沃爾瑪的價格就一直沒下來，發現沒有？雖然說它，這些對它的衝擊是比較大的，加關稅尤其，但是它的這個股價一直沒下來，對吧？所以說它盈利能力還是非常強。而沃爾瑪現在這個周線上，我們看一下周線上這個周期，這個從這個起漲點。下面這是在30幾，這個起漲點之後，周線上這裡有一個中樞，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這裡有個大中樞，這個大中樞明顯是升級之後的9段升級的，所以說它是級別大。前面這2個小中樞變成了一個進入段，那麼現在這個升級之後的中樞開始生長往上。那麼如果說現在出現2次交叉、2次回落有那個重疊的話，還形成了這個下面升級之後中樞的300的，現在是有這種可能了。因為現在是這筆回落的話，勉強夠一筆，因為它這裡是有包含關係的。嚴格按照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筆的處理的話，就是它都不符合，新筆也不符合，老筆也不符合，所以說只是勉強，你就先當它一筆用，看它能不能夠往上選，對吧？然後因為這樣的話就構成中樞了。如果說你說啊，這裡那個你包含處理之後是不能構成任何筆的話，那它現在其實就是一個這筆的一個上漲沒完事兒，它的小周期上是有中樞的，所以說我們要關注的就是這個起漲點在這裡80.24，看一下它的內部。那麼在這個日線上，結構其實是比較簡單了，下面這裡有一個中樞，我們看一下這個價格，它這個點位還是有點意思的。就是這個筆有沒有回來？99.87，前面這裡的話
這是一个下上下，那么这个高点是它的这个中枢上沿，99.74，刚好没回来，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段儿这笔回踩，刚好形成了这个日線上中樞的3買，那麼意味着現在是其實是兩個中樞又出現擴展了，這裡其實有2個日線中樞，這兒有一個中樞，這有一個中樞，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中樞應該是不夠9筆。這是一個1、2、3、4、5、6、7段，這是不夠9。那麼後面這個之所以這個出現擴張的原因，是因為這筆的回落直接砸回來了，就構成了這2個中樞形成了一個更大的中樞，對吧？這是這個利用中樞這個同級別分解的話，我們是往上選，就是往上看，就這2個形成中樞之後擴展，然後能往上走，這是一種方法。還有一種就是這裡斷開109.85斷開的話，我們右側這裡中樞就不要了，然後這個拽過來，這樣分析，就是80.24進入段構成了一個7段的中樞，然後上去還出現一個3買，然後出現一個配置，結束了，對吧？然後現在所有的分析是從109.58來分析，那麼右側的話，我這裡是可以一個反彈，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黃金分割測一下它的位置。是不是2次反彈，然後往下砸，或者說1次反彈之後直接往下砸也可以，對吧？那麼就看它這個可能的反彈的這些位置，那麼你就利用這些黃金分割這個工具，那麼它出財報之後，周4盤點出財報之後，看一下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大的周期上的這個右側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然後看它是往上選還是往下選。這就是利用這個非同級別分解，就是不用左邊這些東西了。所以說2個方法都要看，這個也要看，然後看它是不是往上選。無論怎樣的話，它都要先完成這一筆，就是這一筆要先出來，然後再看它後期是一個快速往下砸，還是說給個2買彈一下再下來，走這種通道式的下跌也可以。但整體來講，這個就尤其是這段啊，走的相對的是比較糾結一些。也可能是跟各種地緣的這個就是貿易戰呢，還有很多其他的。現在通脹的話，並沒有完全下來，應該也沒到2%，對吧？沒到2%，所以消費者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因為美國是一個消費大國嘛。但是因為這個沃爾瑪大家也都知道，它這個產品都是日用的一些，所以說是很多，因為它的這個選項也比較多，造成它現在有點那種你其他的。可能也沒有得選，可能也只能去它，所以說它現在為什麼它的股價一直能維持在這麼高？壟斷嘛，對吧？夠大，所以想往下砸的話，也沒有太大空間給到你。也就是說，週線上這一筆可以往下再下來一些，你可以這裡測一下。如果說到0.5的話，8%左右；到0.118，10%，也就撐死到這兒了，90附近。在這裡做一個中樞，然後繼續往上走。所以說，針對這種老牌的這個零售的話，你能拿得住，當然肯定沒問題。但是它每日的波動並不大，它每天的波動，你看這都1%左右的一個波動，很小。除非是有財報，或者說有貿易戰啊，一些消息面刺激的時候，才會有一些大的波動。但整體來講，波動並不大，這是比較適合這個長期持有的。你看它還也有分紅。然後這個結構的話，也是一個緩慢爬升的一個狀態，尤其在這裡是做了一個大中樞，然後之後一直是往上爬升的，這是我們要的這種股票，就是長期持有的這種，對吧？也不需要跟這個AI 啊，跟那個芯片相關，但是它是緩慢上升的，只要是這種的話都是好股票，而不是說陰跌往下走。好的，那麼的話，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再見。